OK，来所以请记得打开你们的 camera，然后就是也记得点名啊。所以因为上一次我们的那一个第二个章节呢，我们已经是上完了哈，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会 relax 一点点，我就是会播一些的那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给你们看啊，就是有介绍到有关于那一个 GMO 转基因技术的一些食物啦。OK，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我主要就是要给你们看有关于这个的视频，然后再有一点点补充的解释啊，还是等等之类啦呀，所以我们来看啊，可以等一下我放大一下呀，声音应该是够大声啊，OK，所以这个是英文啊，可是我就是把它 set 成就是那一个华文的那个字幕。呀，所以你们可以看的呀。过后呢，我会把这个 link share 去你们的那个 WhatsApp 里面呀，所以你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啦。OK，所以我们来看哦。GMOs ar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reas of science. Genetic engineering. OK 啊，前面呢，其实它的那一个啊，前面的这一个，一下子给我再转一下。GMOs ar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所以前面呢，他们其实是叫做 GMO 转基因的那一个。他们有时候呢，它会叫 GMO， 有时候会叫做 GMF，OK 吧？因为你讲 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 的话呢，我们就讲一个个体咯，呀，哪怕是棉花都好，油棕树也好，橡胶树也好，等等之类，食物也好，不是食物也好，只要是它的基因结构上被我们人类改造或者是改良过后了的话，我们都是叫做 GMO。OK，GMO 啊，它不是自然的，它是人为的。我们都是叫做 GMO， 只不过这一些 GMO 呢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如果它是可以吃的话啦，我们就叫做 GMF， 多一个 food 啊，就是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我们讲。啊，好，所以这一个是要看情况啦，它能不能吃，能吃的话你就是 food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Areas of science. Genetic engineering is used in many fields, but even though medical applications like GM insulin are widely accepted.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转基因技术上呢，其实它的用途呢，它是非常广泛啊。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有跟你们讲过，就是说那个胰岛素。OK，insulin 胰岛素，因为糖尿病的人呢，他们的身体为什么他们会有糖尿病？因为他们身体里面的激素呀，就是胰岛素啊，太少，甚至是没有呀，因为就是可能是他们的那一个肝脏那边可能就是坏了呀，所以他们就产生不了这一个胰岛素，OK， 所以导致他们的血糖一直在飙高咯呀。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如果为了要让他的血糖降低回去的话，他就是要打这一个胰岛素的。只不过这个胰岛素是在哪里来呢？所以我们就是会利用转基因技术来大量量产这个胰岛素哦。The debate heats up when it comes to food and agriculture. Why is that? Why is the same thing treated so differently? OK， 所以这一个呢，这一个 video 呢，它其实就是它探讨这两样东西啦。一就是在医学上我们可以接受，可是呢，食物上我们又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其实是看个人的理念啊，我只能这样讲啊，看个人的理念哦。因为医学上呢，如果你讲打胰岛素，或者是你吃的那一些药，其实他们有些都是转基因技术量产出来的。OK， 然后如果你讲食物的话呢，哇，那个如果你一看到 GMO 的话，你就会它过后会导致我们健康有问题啊，还是什么啊？是不是会这样？所以就是会有这一个差别的对待了。我们讲，所以这个 video 确实是会探讨这一个部分。Explore the facts, the fears, and the future of GMOs. Humans have been genetically modifying plants and animal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K， 所以呢，其实它在这里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分自然
OK， 自然哦，因为其实你讲 natural 自然的话呢哦，其实它就是会有提到啦，人类呢，他们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开始在改良这些食物了，在改良着他们的那个农作物呀，因为你讲啊，一开始呢，那个艺术薯其实就是小到根本就是很小条那一种，它里面呢，它上面的种子完全就是没有了。OK， 我们其实吃那个艺术薯啊，我们就是在吃着它们的种子。OK， 它整条那个黄黄那个一粒粒粒粒啊，我们就是在吃它种子。那其实呢，以前的艺术薯就是真的是很小条，好像一条干丝这样，对啊，完全就是不能吃了。然后过后呢，就是经过人类的一次改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改良了。呀，直到我们现在呢，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哇，那个艺术薯整条加工叔叔呀，珍珠的艺术薯呀，这些哇，这么甜美了，其实已经是改到不知道多少次了。对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可能你的那个艺术薯已经不算是一种自然的植物呀。如果你讲自然的话呢，它是不能吃的。OK， 一开始呢，艺术植物如果你讲真的是自然的话呢，是不能吃的。OK， 所以我们来看啊。Maybe a few of your crops had very good yields. Maybe one of your wolves was especially loyal. So you did the smart thing and bred the plants and animals that had traits beneficial to you. Traits are just an expression of genes.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他们就是会特地去选择那些优良品种哦，就比方说这个它的植物比较大颗一点呀，可能然后呢，再跟另外一颗呢，它的水果比较大粒的，所以我们就让它这两种不一样品种就是不一样特性啦，同一样种类，可是它的特性不一样的植物呢，就是互相结交咯呀，所以呢，它生出来的那一些后代呢，就是会变成这个植物比较大颗，然后它的果实又比较大粒咯，所以就类似这样，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我们一直杂交嘛，杂了过后呢，那一个你生出来的就是你产出来的那一些植物呢，它就是越来越怎样讲，不算是一个自然的咯，已经是我们人为就是乱产出来的一个产品。我们讲呀，可是呢，这些产品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啦。呀，有害的话，一般上都是会被淘汰掉的呀，都是要 modify， 就是改良到对我们生活或者是对我们讲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啦。OK， 所以我们来继续啊。So with each generation, those genes got more pronounced.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almost every single plant and animal around us is vastly. OK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比方说艺术薯一开始的艺术薯真的是不像样看就是完全不是一个食物来的。所以其实它就是它的一开始呢，它种子就是很硬又很小粒，完全就是不能吃过后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几千年以后，就是一直不停的翻新它，不停的翻新它，所以就是像跟你们的国文的谚语这样啦 ，sedikit lama menjadi bukit 这一种。一直累积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呢，就比方说，你看西瓜，本来以前的时候就只是一小片段嘛，一粒西瓜里面你切出来可能就是那1口、2口、3口、4口这样的了。现在呢，我们西瓜哇，整粒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一些都是已经是我们人类一直不停的翻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已经是越来越不自然了。我们讲啦。可是它的目的还是一个明显的目的咯，就是要对我们人类有帮助啦different from its pre-domesticated state. If humans have been changing genes for millennia, what makes a so-calle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or GMO, different? Selective breeding is basically hoping for lucky hits. 所以呢，前面呢你可以看到那些我们繁殖呢我们选择性的繁殖呢，一般上它都是要靠运气的 ，OK， 它都是要靠运气的，因为就是像跟我们就是爸爸跟妈妈他们就是精子跟卵子结合所生出来的孩子呢，也是一样要几率的，就是50%可能是男，50%就是女，它就是真的是运气咯。如果你讲用繁殖的方式来，就是产生出这一些
那个优良品种的话呢，一般上它还是要去看运气的，然后它就是需要放很多的金钱，放很多的时间，跟放很多的心思下去。呀，就是 in hope that 就是希望你就是可以中马票咯，就是中到一个优良的品种出来了。呀，这一些都是比较 model 讲就是选择性的繁殖。然后如果你讲转基因技术的话呢，那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去碰它的基因结构了，就是你直接动实验那一种的。呀，这一些前面的呢都是选择性的繁殖，就是我们用自然你看我就是用开关引号自然的方式让他们结合，然后呢就是生出优良品种可是其实这一个也不算是自然可是这一个就比较接近自然虽然它不是自然了，可是它比较接近自然OK Genetic engineering eliminates this factor. 转基因技术 We can choose the traits we want.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 Make fruit 快 grow bigger, immune to pests, and so on. So why ar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m? Don't work for money. 哎呀 Make it work for you. Robert Sorry Kiyosaki. 就是有广告 Robert Kiyosaki once said, 再回来 Let's start with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bjections to GMOs. Gene flow, meaning GM crops could mix with traditional crops and introduce unwanted.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时候他们的那一个 crops crops 就是我们的那一些农作物啦，有些是 GM 就是已经是基因改造过的转基因技术过了，有些就是 non-GM 只是 non-GM 的话呢，一般上他们都是会用传统的农作物，就是它其实是用刚才我讲的那个自然的方式，就是让两个选择性的那一个品种结合，然后产生出就是优良品种啦。就是我们没有去碰它基因了，我们就让自然帮助我们就是让他们自然繁殖，然后等等之类的。只不过这一个方式呢，其实你的那一个物种也是不纯的啦，因为它就是杂交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了。只是它比较自然比较接近自然然后如果你讲 GM crops 的话呢，就是我们直接用转基因技术，直接去碰它的基因，直接去改良然后当然这一个部分呢，它确实是会帮助我们怎样讲帮助呢？就是帮我们省时间然后就直接排除掉那一些坏处啦因为你当然如果你讲你用那个传统的那个选择性的繁殖的话呢，你要下很大量的那个时间的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繁殖，如果你讲选择性的这个繁殖呢，它也是随机那一种你不能100%得到你要的东西。如果你讲转基因技术的话呢，它是可以就是 make sure 你可以接近100%得到你要的东西啦。当然就是我会遗留那一个1%还是2%，可能那一个1-2%是 fail 咯，那个是失败了。可是呢，它就是接近100%，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转基因技术啦。只不过这一个东西，因为它实在是太完美了实在是太完美了，因为人类都是会相信的，一样东西就是有好有坏它就是无论它多好也好，它后面那一个坏处呢，它应该是会有坏处的，只是到现在我们还不太能证明它到底是否有那些副作用还是没有啦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证明new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m. There is a method that might guarantee complete prevention, but is a big anti-GMO argument by itself. Terminator seeds. The idea is that they could produce sterile plants, requiring farmers to buy. OK 所以这一种呢他们其实就是有担心有一样东西呢，就是转基因技术如果你讲你就是基因改造某一个植物，基因改造它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抗那一些除草剂咯。抗除草剂可是呢，科学家他们就是担心，他怕这一些基因，就是抗除草剂的那个基因就是转流到其他的野草身上。如果你一旦这一个基因转移到那个其他野草身上的话，那么那个野草就变成抗除草剂到时候你喷了多少除草剂，那个野草都不能死所以这一个就麻烦大了。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直接用 terminator seed。怎样讲呢？它就是故意的，它是不会繁殖的，就是它就是
因为我们植物呢，可能就是会有1年生、2年生跟多年生呀。1年生就 means 就是它1年过后它就死了呀，它开花结果就死。2年生的话呢，就是它寿命2年哦，多年呢就是很多年。所以呢 means 呢，就是它这里的话呢，它就是会 make sure 哦，它是不会繁殖，直到它死为止，它都不会繁殖。OK， 哦，所以这一个想法啦，可是当然是有坏处的啦啊，哦，因为你要不停重复购买这一个种子，因为它不能生了，它不能繁殖了呀，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坏处哦。New seeds every year. The very concept of this, however, caused a public outcry, stopping the technology being put to use.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unintentional spreading of engineered DNA.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GMOs growing where they weren't planted and traces of modified genes found in foreign crops. But GM plants can't run wild entirely. Many crops pollinate themselves, and all crops have to be related to mingle. There are also cultural methods like buffer zones to keep unintentional crossing at a minimum. 哦，所以呢，它其实它的这一个基因就是基因改造过的植物呢，哦，它们其实种植的方式啊，呀，它们其实这个基因改造过的植物呢，它们也是跟普通植物没有两样而已呀，它们也是会有授粉的 ，OK， 它也是会有授粉的，它的繁殖方式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就只是它里面呢，它就是会有多了几样的，你们讲 skill 哦。呀，你们就是有玩 game 嘛，所以它就是跟其他的普通的植物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会比较优势啦，呀，它就是会多了2、3个 skill 咯，讲咯2、3个技能哦，可能就是抗那些害虫啊，抗那些除草剂啊，哦，耐热啊，耐热又耐冷啊等等之类呀，所以当然他们种植这些植物的话呢，它就是会有这个缓冲带啦，呀，就是这一个范围呢是不会种植植物。哎，这一个范围是不会种植植物，就是会避免跟阻止这些无意的基因入侵啦，就是怕有些的那些不要的东西突然间跑进来，呀，所以它就是会有这个 buffer zone 哦，就是缓冲带啦。OK， minimum. But if it's possible in principle that a GMO could unintentionally cross with a non-GMO, 好， there's 所以 actually 他 a 们就 more 是， important 所以 question. 他们呢就是会怕，可能那个 GMO 跟 non-GMO 就是可能不小心结合在一起，可能就是会不小心啊。所以这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都是科学家在烦恼的问题啊，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控制，控制不了啊，呀，它真的是很随机啊。然后你也不可能整，因为农作物呢哦，它其实就是一大片地哦。然后那一块地里面呢，就是有成千上万棵植物，你不可能一棵一棵去找的嘛，呀，所以其实是很难啊呀。可是现在随着先进的就是随着那个科技的发达呢，我们其实是会有用那些 AI 啊跟 drone 来观察咯，呀，哦，至少可以减轻一下你的麻烦呐。OK。 Is food that comes from GM crops different to food from non-GM crops? This question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GM plants that are destined to be eaten are checked for possible dangers, and the results are evaluated by multiple agencies. OK 啊，其实那些 GMO 呢，为什么它可以放出来卖给我们呢？其实他们还没有卖给我们之前，他们是会先做检查的。给我们国家那一边，我们马来西亚啦，它其实是会做检查，检查了过后，它才来卖给我们的，而不是就是农夫一产生这一些东西，然后他就直接卖给我们，不是了。OK， 哦，这些 GMO 呢，一般上他们是要有 license，OK， 就是有验证了的呀，它才可以卖，不然的话是不能随随便便卖的呀。哦，所以呢，这一些都是他们的限制啦，我们讲。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thousands of studies, the science is in. Eating GMO plants is no more risky than their non-GMO equivalent. 哦，所以其 But 实 don't 是 just 一样 take our word for it. Sources 因 for 为我 this 们就 and 是 other 没有 claims are in the video 那一个证 description. 明啦。 But what about plants that have been engineered to be toxic? For example, BT crops. A gene borrowed from the bacterium Bacillus. 哦，这一个的话呢，我们是叫做 BT crop，OK，所以这一个呢，其实你是不需要，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农夫他们他们喷了除草剂以外呢，他们其实还是会喷杀虫剂的，因为有害虫嘛，对啊，除了草以外，除了杂草还有害虫，
，OK， 他们就是会喷杀虫剂，只不过这一个 BD crop 呢，它是会怎样呢？它其实是它会有带着这一个细菌哦，这个 bacterium Bacillus thuringiensis 其实是一种的细菌 ，OK， 所以呢，它就从这个细菌的这个细菌里面就是抽取一个特定的蛋白质的基因，所以呢就放进去这个植物里面。一旦害虫吃了这个植物过后啊，它就是会也是一样会吞噬到这一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其实是会影响这一个害虫的消化系统。啊，你就想象成这一个蛋白质是会钻破它们的消化系统哦。所以呢，这一些昆虫呢，它吃了这一些植物过后，它等于没有吃啊，因为它完全不能消化哦，因为它的消化系统已经被这个蛋白质破坏到完全不了。只是呢，这一个是针对那些害虫啊，只不过我们就不懂哦。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不是有害，到现在还不能证明啦。So far 是还好啦啊，so far 啦。Genesis lets engineered plants produce a protein that destroys the digestive system of specific insect pests. The plant makes its own pesticide. Insects that eat it die. That sounds alarming. Pesticide sprays can be washed off, while the poison in BT crops is inside the plant.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问题。 It's not a big deal. Poison is really just a question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at's harmless to one species might kill another. Coffee, for example, is a poison that kills insects but is harmless to us. Or take chocolate. It's dangerous for dogs, but a pleasure for humans. BT crops produce a protein that is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design of the digestive tract of certain insects. It's completely harmless for us. There's also the opposite approach. Plants that are engineered to be resistant to certain weed killers. This way, farmers can use them widely, killing the other plants competing for resources without harming the crop. Here we get to the dark underbelly of GMOs. For the pesticide industry, they are big business. Over 90% of all cash crops in the US are herbicide resistant, mostly to glyphosate. As a result, the use of glyphosate has increased greatly. That isn't only bad. Glyphosate is much less harmful to humans than many other herbicides. Still, this means farmers have a strong incentive to rely on this one method only, casting more balanced ways of managing weeds aside. That'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s with the GMO debate. Much of the criticism of this technology is actually criticism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business practice of the huge corporations that control our food supply. 所以这一些呢，其实就是其实如果你讲 GMO 的话，他们其实就是有伴随着就是有利益的存在啦。人就是这样啦不能怪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哦。OK， 就是会有利益就对了。故意这样做，可是呢，他们就是要拿来赚钱This criticism is not only valid, it's also important. We need to change agriculture to a more sustainable model. GMOs as a technology are actually an ally and not an enemy in that fight, helping to save and protect nature and minimize our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Sorry， 哎呀，sorry 就是又有那个广告。Let's look at some positive examples. Eggplant is an important crop in Bangladesh, but often印度和 Bangladesh by pests. Farmers had to rely heavily on pesticides. Not only was this very expensive, farmers also frequently got sick.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GM eggplant in 2013 stopped this. The same BT protein we talked about before, an effective killer of insects but harmless to humans, was engineered into them. This reduced insecticide use on eggplants by more than 80%. The health of farmers improves and their income rose dramatically. And sometimes a GM approach is the only option. In the 1990s, the papaya industry in Hawaii was under attack from the ring spot virus, which threatened to wipe out Hawaiian papaya. The solution was a papaya genetically modified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the virus. Without it, the state's papaya industry would have collapsed. All these stories show a very narrow application. 99% of all GMOs we use right now produce pesticides or are resistant against them. There is so much more we could do. Scientists are working on GMOs that could improve our diet. Plants that produce more or different nutrients
like fruit with higher antioxidant levels that help to fight 啊，所以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 purple color 的，其实我们就是叫做 anthocyanin 啊呀，那一个 blueberry， 然后 blackcurrant tomato， 总之呢就是有 purple 色有红色那一些色素啊呀，一般上它们都是会有这一些 anthocyanin 的，它就是抗氧化啊，抗氧化物呀。如果你看到氧化物的话呢，你就是会减少你患上 cancer 的几率啦。呀，因为我们 cancer 其实是因为有这一些氧化物的缘故，就是氧化了，所以我们才会有 cancer。所以这一些东西呢，就是会帮助我们抗这一些疾病了哦。diseases or rice with additional vitamins. On a larger scale, we're trying to engineer plants that are more resilient to climate change. Plants that can better adapt to erratic weather and adverse soil conditions, making them resistant to droughts or floods. 啊，所以这些都是他的 GMOs can also skill，OK not 啊， only reduce 他的能 agriculture's 力 impact 啦 on。the environment, but actively help to 所 protect 以转 it. 基因技术呢，就是有跟你们 Scientists 讲 work on 咯， crops that 就 can 是你 draw 多 nitrogen 给 from the 他 air 一个 like skill 啊， microbes. 还是什么咯？ Nitrogen is a common fertilizer, but its buildup pollutes the groundwater and speeds up climate change. Plants that collect their own nitrogen could fix two problems at once: the overuse of fertilizer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i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could even modify plants to become super effective carbon collectors like the American chestnut tree, to mitigate and actually reverse climate change. 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他们也是会有基因改良了，就是那个树，然后它就是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吸取更多的二氧化碳啊，对啊，就是比起普通的那一些植物来讲的话，它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速率跟那个量是会比较多咯，啊，所以这一些都是转基因技术帮助我们的啦。对啊，甚至是呢，有些植物呢，我们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减少我们的那一些污染。就比方说，如果你讲在工厂的范围那边的话呢，他们其实就是会有种植一些某些特定的植物来吸收掉那一些污染的物质 ，OK 啊，甚至是重金属都有可能。OK，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的那一个有植物真的是可以吸收重金属，有 ，OK 是有啊。呀，因为植物呢是蛮特别的 ，OK， 蛮特别啦，所以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减少这些。但他们的食物不是重金属，有些是可以做得到，因为这个呢，我们要讲的话，就是我们肥料里面啊、泥土里面有些植物它们是可以消化掉这一些重金属啦，有些植物啦，不是所有啦，就是有些咯，啊 ，OK。 With the tools we have today, our imagination is the limit. 你们时间已经到了啊， The 一下 world 子啊。 eats 11 million pounds of food every day. A UN estimate suggests we'll need 70% more by 2050. We could grow that food by clearing more and more forests to create fields and pastures, and by using more pesticides. 所以呢，我们其实啊，就是以后啊 ，potentially 的那一些就业机会啊，其实不只是 AI 啊、programming 啊这一些吧，其实农作物那一边其实也是真的是有 potential 的呀，有它的那一个潜能在里面啊呀，你不要以为就是读那些农作物那一些，你就要做农夫还是什么，其实并不是呀，其实不是，这一个只是一个传统的想法了。呀，所以这个是未来了，我们讲。Or we find a way to do it on the land we've got right now with more effective methods like GM crops. Intensifying farming instead of expanding it means GMOs could become the new organic.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比较先进一点的那一些就是耕种这些植物的方法，其实他们就是像跟我们人类 condo 这样，越建越上面，越建越高。其实他们不是，就像跟我们以前的屋子呢，都是在 landed house， 就是横的，是吧？越建越阔。可是呢，现在的种植的方式呢，就是越建越高，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上去。所以呢，你不但是可以省地，你可以省一直高啊，对，一直高，一层一层上去这一个是比较先进的做法啦呀。因为如果你讲你建一直越来越阔的话呢，它就是会浪费很多的地。OK， 所以为了要节省，就是不要浪费那么多的地的话呢，他们其实就是这整栋楼就是越建越高它就是一层一层每一层就是种不一样的植物咯。
就是这样。然后里面呢就是会装了那一些 UV light 啦，就是会有提供那些太阳的紫外线在里面In a nutshell, GMOs have the potential to not only drastically change agriculture, but to also dampen the effects of our own irresponsible behavior. GMOs could be our most powerful weapon to save our biosphere. This video took more than 600 hours to make, which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viewer support on patreon.com. OK， 所以完了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课就是这样啦，OK， 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离开了咯，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到了啦，就是抱歉，就是也是一样拖到大家3分钟了，所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离开咯。过后呢，我会把这一个 link 就是 share 去你们的 WhatsApp 里面啦，如果你想要再回顾一下的话 ，OK， 谢谢老师。OK， 谢谢。OK， 谢谢老师。OK。所以虽然这一个影片就只是9分钟吧可是我就是比较多是在于就是帮忙你们讲解咯OK， 所以如果这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所以我就断开这个 meeting 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3、2、1。